好，现在我开始我今天第2段的骑行了。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就是番禺大道这条主干道上，对面呢就是万博中心。我的镜头前面呢就是敏捷广场啊。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路过敏捷地产的总部，在那边跟大家交流了。就一个很低调的，老是拿人家边角料来进行发展的一个上市公司，现在呢也建起了这么高大上的大楼，在万博商务区呢抢占到一块宝地。但是楼呢起来了啊，打着像全球招租这样的旗号，但是最终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呢？我就是还是持以一个怀疑的态度。这边呢就是万博中心番禺的中央商务区，这边呢有天河城之类的啊，就是广州市里面有的一些商业设施、商业的中心呢也都搬到这边来了。感觉这个区域的建设呢都已成气候了，基本上各种设施呢也比较完善，而且有2条地铁在这边交汇了，应该说还是一个有前景的商务区。有人到那个什么建筑啊地方。这些街道呢，我几个月以前曾经都来穿行过，应该说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在这边呢通过一下。
如果从这边继续向南呢，就是南大干线了。我在这边呢，正好就掉个头，顺着汉西大道呢往回骑。这个区域的发展呢，还是遵循着先有人才有商，就是先是起了很多的居民小区，像雅居乐、保利等等吧，引进了很多的住户，慢慢的以这些作为消费对象就形成了商业中心。所以这边的发展呢，基本上都是遵循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刚刚下了一个长坡，现在就上这个长坡。我哋依家呢邊消費都好貴。2天以前呢，加拿大央行有如期的降息0.25个百分点，据说今年还要再调降好几回。如果通货膨胀不会强烈反弹的话，那其实中国这边呢也一样都在连续的降息。那昨天还是前天，现在降息以后，老百姓在银行存款大概只有1点几的这个利息了。但是即便这样呢，大家还是存银行，不愿意消费
原因呢，就是大家对经济前景不明朗，也没有什么投资的标的这个就是目前的一种情况。相信呢，降息还在路上直到最后把老百姓的钱从银行的存款的账户上逼出来。但是更重要的呢，是要让大家感觉，就很多的投资又回归到正常的，最起码可以对冲超过通货膨胀率这种速度那大家才会来投资。否则的话呢，我估计民间和官方还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博弈。那加拿大这边呢，包括美国也是，因为利息的高企，尤其是加拿大，因为它每3到5年呢，就必须要更新它的贷款的利息，就是房贷的利息。那么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有很多人不得不更新。比起3年以前来呢，这个房贷利息都不止涨了1倍，甚至有些是2倍。所以政府呢也是要出手来救一救这个房地产。那加拿大呢，其实也是靠移民发展的一个国家，房地产呢对它经济的成长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如果房地产受到大的打击，就会从高落，高处直接的就是跳水，这个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即便如此，到底能够救多少人，会不会真的能够止跌回升呢？其实也没有人知道好了，我现在呢又回到了番禺大道准备过马路，继续顺着汉西大道往西骑回去。这边呢就是番禺大道的入口对面呢就是锦绣香香，站着一片好地方的楼盘。在这边转过来呢，就是长隆的游乐园。那现在呢，靠马路这些地都变成了商业旺地了。以前的高尔夫练习场呢，现在你看就成了一片高楼林立的区域了。我就先给你发指纹过去，你先用着。如果说再过你半年，这片地方呢是由长隆万博华润置业发展的一个售楼部吧。这些楼呢都是华润，都是越秀这种国企央企发展而成的。就中国的房地产呢，从10来年以前开始一直到5、6年以前呢，就布局完成，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基本上这些土地资源呢，都会掌握在一些国企央企的手中。
而这些国企、央企的房地产开发商呢，他们听从政府的一声号令，而且最大的好处是他们能够从政府的银行里面很容易贷到款，也就是说他们的资金是无限的，他只要迎合国家的一些发展理念，就很容易或者很快捷的就会把一块地方发展起来。但是最终呢，还是需要有人来买单的，因为毕竟这个房地产开发有成本，你不可能有太多的让利给老百姓。那么也就是说呢，通过这种转换就使得这个市场上留下的大部分的房地产开发商呢，都是姓党、姓政府的了。那大家拭目以待，这个对将来这个城市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从这边的发展态势来看呢，长隆这些游乐中心、马戏团等等地方呢，已经被压缩到了很小的空间。也许呢，某一天随着清远那边的长隆开业，很多这样的野生动物园等等都会搬到那头去。那这个地方呢，终于就是会迎来更大的发展了。你看这些本地的发展商，其实他原本并不是经营房地产的，他就是趁着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个年代，国家政策比较开明的时候呢，他就拿了非常多的地，然后呢一直在搞他的游乐场，包括野生动物园等等一直守了好几十年，终于呢守得云开日出。所以这些发展商呢，跟那种纯粹借着高利贷、高杠杆的来进行快进快出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没听说过长隆这家房地产商呢有破产的风险，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上市公司，所以还是一种比较稳健传统的发展模式。反而呢，最后就不但活下来，还活得很好。看来这片地方呢都是华润置地发展的，这一路过来延绵近1公里吧。
马路左侧呢就是耀盛新世界广场，应该就是另一个 K11的所在地吧。现在呢，我再次穿过了星光快速，顺着汉西大道呢继续向前骑行。
现在呢，我在汉溪大道和市广路的丁字路口，这边车还是非常的多呀。我从这边呢准备拐弯了，就顺着市广路呢再骑回去啊。话音刚落呢，电池就耗尽了。现在换了一个电池，继续顺着这条市广路呢向南骑回去。今天呢，整体来讲啊，还是以一个多云天气为主的这么一个天气，所以没有晒到那种强烈的阳光。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觉得稍稍多骑一会儿呢也无妨。现在呢，已经在骑回家去的路上了。这里呢，虽然道路有些坑坑洼洼，但毕竟呢还是有遮阴，我们可以缓缓地骑回去。现在呢，我骑过市广路，正对着呢就是圣墩村的一个出口。现在你看啊，又跟以前一样的，就是满街都是那种卖西瓜的这种摊档，就开着车运着很多西瓜来。你看这个西瓜是2.5块一斤，新疆的一种西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看那个瓜瓤呢，应该还是挺红的。新鲜麒麟瓜，便宜卖，2.5块一斤，2.5块一斤，好。好，现在呢准备骑上最后一个坡，就可以回到祈福新村了。
方呢就是市广路和中运路交界地方，在前面呢我要过马路，转到祈福村里了。总体来讲呢，今天虽然说气温并不是特别高，大概32、3度的样子，主要因为呢没有直射的太阳光，多云的天气，但是呢可能是台风前夕啊，明后天呢就会有大雨，所以天气呢比较闷热，气压比较低，所以骑起来呢并不爽利，就还是感觉气压低，呼吸起来没有那么顺畅。看了一看心率呢是115每分钟，就觉得还是没有到极限啊，应该还算是一段相对来讲压力不是特别大的骑行。好了，现在呢已经骑进了村里了，相信呢明后天应该有4、5天的时间，广州都会下雨。希望呢还是有雨停的时候可以出来活动活动。但是即便是一直下雨呢，就在家里面看看即将开幕的巴黎的奥运会再看看那些真正的体育健在赛场上拼搏，应该也是一种享受。看来有点起风了啊，迎着风骑最后一段路，稍微舒适一点。那今天呢，我从祈福新村去到了兴业大道，最后呢，经过汉溪村，去到了万博中心，在汉溪大道上掉头回来，经市广路又回到了村里。这么一段路呢，
应该骑了不止1个小时了，所以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那我把它分为2段分享给大家。也是我在想，就是我貌似无聊的这种骑行，如果你过5年、10年再倒回来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这边的很多的街区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可以当做一种回味吧，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好了，我现在呢就从学院路这个大门进村去了，在此呢结束我今天的骑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欢迎大家点赞和关注，再见，拜拜。